90年代有钱人的标配是什么？那必须是手拿大哥大，腰挎 BP 机。人均工资几百元的时代，一部小小的 BP 机就敢卖到2000多。如此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东西，现在还能用吗？大哥大和 BP 机堪称一对好搭档，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谁手里有这两样东西，别人见了都不自觉矮3分。作为身份的象征， BP 机曾风靡一时，但随着时代发展，它也成为历史的记忆。那现在它还能用吗？BP 机又称寻呼机或 BB 机，只能单向接受信息，主要作用就是用来提醒机主有人在找他。最初 BP 机并不是一种普遍使用的通讯工具，只是一些专业岗位的工作用具。1948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的技术人员为了方便第一时间找到在外维修电话的工作人员，研发了初代 BP 机。它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接受电话中心发出的信号，维修工人们每人配备一台，一旦想找哪个工人，就往他的机器上发送一个简单的信号。BP 机接收到信号后，就通过震动或者声音提示机主。最初功能设计再加上当时通信技术的限制， BP 机被定位为一个单向接收信号的装置，只能收不能发。要想具体知道为何联系自己，还得找电话回拨才行。不过呢，作为一个电话公司，贝尔最不缺的也正是电话。再后来，这一设计理念被美国军方采用，应用到战场之上。没有移动电话，只有有线座机的时代，电话只能固定在一个地方，人们根本无法随时随地联系。而 BP 机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个需求，无论是放在包里还是别在腰上，只要随身携带一个小小的 BP 机，就能第一时间知道有人要找自己，然后尽快寻找公用电话亭，及时和对方联系。想找什么人，那都是随叫随到。BP 机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效率。除了日常工作之外BP 机还在一些特殊领域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譬如医疗、救援和交通等。BP 机的出现极大方便了人们的交流沟通，加速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堪称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在当时而言，如此尖端的技术自然也不会遗漏掉正蓬勃发展的中国。BP 机在国外大行其道时，我国也开始了改革开放。BP 机顺理成章地走进中国，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和记忆。1983年，我国第一家寻呼台在上海建立， BP 机也开始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不过80年代的 BP 机只是小打小闹，到了90年代才是如火如荼。80年代刚改革开放，国家的经济还不算太强，国人也没有太多钱买这种昂贵的东西。到了90年代，随着下海经商的老板越来越多，为了方便联系， BP 机被越来越多人接受。在那个人均工资只有几百元的年代，动辄上万的大哥大很少有人能买得起，而价格相对低一些的 BP 机开始走进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不过呢，这个价格相对低，也只是针对大哥大而言。单独买一个 BP 机，再加上开通信号服务，没有个1-2千元根本拿不下来。别看它卖的这么贵，但实际功能却很简单。最开始的基础款 BP 机只能提醒机主有人呼叫过它，具体是谁呼叫的根本不知道，必须联系寻呼台才能查到对方的号码，然后记下这个号码，找公用电话给对方回电话。后来呢，服务进步了一点，有了数字显示的 BP 机，收到提醒后可以在 BP 机上直接查到对方的电话号码。这个功能大约类似于现在的来电显示，不过呢，也只是个来电显示而已，没办法接听，只能再找座机回电话。数字显示之后，又发展出汉显 BP 机，就是 BP 机上可以显示汉字，传递简单的信息，有点类似于2G 时代的手机短信。当然，容纳不了短信那么大的信息量，毕竟当时的通信技术比较落后。汉显 BP 机是 BP 机在我国最后的辉煌，风靡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在中国就开始走下坡路，直至销声匿迹。之所以如此来去匆匆，是因为模拟信号的移动通信技术发展起来，手机的价格也大幅跳水。与其买 BP 机再去找座机，不如直接一步到位买个手机，随时随地打电话，可比 BP 机方便得多。90年代的 BP 机放到现在还能用吗？记得前些年网上还有个笑话，一对监狱中的好基友，其中一个快要出狱了，另一个神秘兮兮地告诉他自己在外面埋着一个宝藏，等狱友出去了一定要去挖出来。结果费了大半天功夫挖出来一堆 BP 机，欲哭无泪。从这个笑话就能看出，现在的 BP 机根本是一无是处，都没人带在身边，更别说用了。事实上，当年的 BP 机现在也确实无法使用。和手机类似， BP 机接收和发射信号全都要靠基站实现，而现在已经没有哪个公司还在运营 BP 机的基站。
大约在2005年，我国大陆地区的 BP 机基站就几乎全部关闭，也是从那个时候起 ，BP 机就没法再用了。当时人们普遍使用的2G 通信技术，手机可以打电话、发短信，随时随地都能联系，而且价格和资费也不算高，大部分人都能负担得起。手机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工作的必备用品。不过呢 ，BP 机虽然已经不见踪影，但它的变种产品在日常生活中还到处存在。譬如一些饭店点餐后会领到一个自助取餐器，然后就可以寻找空位安心等待。饭店做好饭菜后就会给你发送信号，这样你手里的自助取餐器就会发出提示，到你取餐了。这个自助取餐器的原理和功能就类似于当年的 BP 机。还有就是医院里或养老院里病床房的呼叫系统，用的也是类似 BP 一样原理的无线寻呼系统，只是它们的信号和 BP 机不一样而已，原理都是通用的。除此之外，在一些特殊的工作领域，比如核电领域，仍在使用无线寻呼系统，因为其只收信号不发信号，可以大幅减轻电磁干扰，对仪器设备影响小，正好满足使用需求。对普通大众而言 ，BP 机肯定是没有什么用途了，唯一的价值也可能只是它承载的那段记忆了吧。对一些爱好收藏的人而言，也许是一件值得考虑的藏品，毕竟它曾记载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BP 机见证了我国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从1G、2G 时代的望尘莫及，到4G 时代的并驾齐驱，再到现在5G 遥遥领先。中国向来不甘人后，只要我们努力，一定没有实现不了的技术。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